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将一个产品的海报它的细节呢给保持下来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？当然是接着我们上个视频来讲啊。上个视频呢，我们讲到如何呢将一个产品给它做成一个海报的形态。来看一下，那这里边的话呢，我们会用到两个关键性的流程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去重新的设置了这个图片的分辨率或者叫宽高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也许我们拿到的产品的图呢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你真正要的海报可能是一个标准的宽屏或者是一个竖屏，所以说呢，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步骤啊。那另外呢，在这里边我们给大家强调，就是我用的这个背景是一个中性灰，而不是黑色，因为我觉得中性灰的可绘制能力呢应该是最强的。然后下边这个呢，主要用到了三个关键性的组件啊，一个呢是 iSelect 进行重新打光，第二个呢，我们使用 IP Adapter 进行了背景的绘制。比方说我们这儿是一个残雪消融的一个场景啊，那你会发现这个背景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形态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儿用到了 ControlNet 去保持部分的这个细节。虽然呢我们也尝试去保持这个细节了，但是你会发现啊，这个细节的部分呢还是丢失掉了。那什么叫细节部分呢？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文字或者商标的部分。因为呢你要知道，产品的宣传海报呢和其他的内容呢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我们去售卖一个产品，你要保证产品的基本形态是不能变的，而它的关键信息是一点都不能变的。那什么叫关键信息呢？其实就是指这上面的商标和文字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上一个视频的最后呢，给大家提到，就是你应该采用后续的手法去修复这个文字。这个修复呢，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。那我们这儿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呢，并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况啊。那我们可以浏览一下我们上节课生成的大部分的图像，你注意它这个文字的部分。其实都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都不清楚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要进行修复。在上一个视频的最后说到可以用 Photo 去修复，那其实呢我们也说了啊，修复的方法呢有很多，但是也有网友呢来留言说，那你到底怎么修复啊？你这个让我们自己去试可能不太容易啊，因为它必定是一个关键流程啊，你不做后边这个修复，这个图呢其实是不能使的，或者不能放到网上或者放到电商的这个平台上去用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节课就来说一下怎么去修复这个东西。修复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可以从简单到复杂，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两张图呢给它加载进来。所谓的两张图啊，一个是我们最终的这个产品的海报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儿这个图。这个图的尺寸和下图是一样的，但是呢这个产品是原来这个产品，所以说呢我们主要是靠这两张图来修复这个细节。那我们先来上传第一张这是我们的原始图，这个呢是我们其中的一张这个海报图啊。这个怎么去用啊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，你可以采用这样一个节点，叫做 Image Blend Mode这儿有一个这个节点。这个节点的话呢，可以将两张图片按照不同的混合模式给它混合起来。那我们在 Photo 里边会有很多的混合模式，大概呢有这么两大类啊，一种我们称之为加色模式，一种称之为减色模式。那加色模式你可以认为就是我颜料给的越多啊，它的颜色越重。如果你去画一幅画，你颜料给的越多，那它可能这个图片的就越暗啊。你要出一个黑色的话呢，你要把所有的颜色涂到一起，它可能才变成黑的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叫加色啊，你越加颜色越深。那第二种呢叫减色，减色其实就是光的模式。那光的话呢，我们知道那电脑呢都是靠光来成像的，你要成一个暗色的，那你必须少打光，所以说呢就是你打的光越多，它反而越浅啊，那这种就称之为减色模式。大概就是这么两大类啊，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探讨的细节，所以说呢你需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，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你就按我的做就可以啊。现在我们是将这两张图片呢给它叠在一起，比如说那我怎么叠呢？你首先要搞清楚顺序，这俩哪张图片是上面，哪张图片是下边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图层的概念。你要注意，第一个变量先进去，那它先放在下边。第二张图片就是 Image B 再上来，它盖在这个 A 的上面，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顺序。我们真正是用它修复它啊，所以说呢我们是这个连 B
这个连 A， 这个别错了啊，你可以调换一下顺序，这样看着舒服一点。你可以啥也不做，我们直接来输出一下结果。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 add 模式，是吧？那么 add 模式你这样加上去之后可能没有任何效果，就是 B 把 A 给它挡住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把这个模式给它调一下啊，我们调成变暗。其实 add 也可以啊，只不过就是它有这个中间这个中度灰的时候呢是不太合适的啊。我们先调成变暗，大家看一下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张图片。大家注意啊，这张图片我们和这3张做一个对比，你大概能有一个感觉。首先呢，你要注意啊，这张图片比这个其实是要稍微的暗一点的，就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啊，没有这张这么清楚。原因是因为这个中度灰加上去造成的。另外呢，你要注意这个瓶子，它最后变的这个情况啊，其实跟它是不一样的。它跟谁是一样的？跟这儿是一样的。你注意这个颜色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就是这个的确是盖住了这个。那有人说，那这个细节部分好像没有被盖住啊。你注意啊，因为你是变暗嘛，所以说应该是更黑的会显示出来。那你说这个和这个上面的文字哪个更黑呢？其实呢，可能是这个更黑一点啊，所以说这儿呈现的反而是这个的最终形态。说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其实你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修复一下啊。那我们下边来看一下怎么去修复。那第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我们将这个文字给它干掉啊。那我们可以打开 Mask Editor， 我们把这个加一个遮罩，把这块给它去掉啊。这个很简单，我们用 Lemma Remove Object， 然后去除图片上的物体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很明显，这个就被干掉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它就是白的。那它再去叠加的时候，那是更深的会显示出来，那肯定叠加的时候这个就更深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它就能够完全的把这个给它覆盖掉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把这个给它换掉，大家看一下，感觉一下，那这儿呢就被去掉了。所以说呢，这属于最简单的一个流程。就是如果说你不想玩的很花的话呢，这个就是可用的了啊。它唯一不好的地方其实是丢失了原图里边的光照细节。你注意，细节我们虽然修复了，但是由于这个位置已经被原图给覆盖掉了，所以说你看到的这个它在这儿的这个光的信息呢也丢掉了。所以说呢，这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。那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第一个技法啊。那么另外呢，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进行细化啊。刚才我们提到了，你会发现这个比这个其实对比度和清晰度是要高的。原因是因为这个的中度灰加到这个上面，如果我们用 Darken 模式的话呢，其实会影响到它整体的这个表现。那你发现水这个地方很明显啊，这是个灰的嘛。因为它是加色啊，这儿是比这儿要暗，所以说这儿呈现出来反而是灰的，不太好看。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去背啊，我们 remove 一下 BJ， 大家看一下这个要不要，其实无所谓啊，这儿能看到已经去除背景了。那如果我们把去掉背景的替换掉 B，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的状态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就被还原过来了。那它的这个清晰程度跟这儿就变成一样的了啊。那一旦你把背景去掉之后，其实这儿除了用 Darken 之外呢，用 Add 也是可以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它在细节上呢可能有一些不同，用 Add 之后呢，可能效果还更好一点。我们对比一下啊，你注意这个差不多，细节的部分差不多啊，主要是这个地方有一些变化。就这儿可能光感更好一点啊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不去背的时候这个 add 是不能使的啊。刚才我们试过了啊，如果你不去背的话，这个地方是灰的，跟这儿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先后顺序。当然还是我们说的，它需要有一些理论作为支撑，可能直接让你想不出来啊，那这个只能慢慢熟悉啊。那这属于第一个技法，到这儿呢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就是它基本上是可以用的了。
下边呢，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就这个图片和这个图片，它在叠加之后，其实光影信息、高光，包括这个地方的光照信息，其实都是丢掉了的。有人说，那我可能就想把它保留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呢，你可以采用另外一个节点。这样我们插一句，就是它类似的节点呢有很多，比方 image blend 就这个节点 ，image blend 还好啊，我们看一下 image blend 这个，刚才那个其实不能用，是因为它没有混合模式啊。你看这个也有，但是它混合模式就非常少。所以说大家呢不要选了这个，你可能觉得好像是这么个东西，大家一定要用的是 image blending mode， 要不然你会发现这个混合模式就这么多，而你这个其实这么多啊，你选不了 I 的，你连这个 darken 都选不了。我看这有 darken 吗？也没有，就是这个就比较麻烦。所以说这儿呢是我们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啊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再看目前这个问题，刚才我们也说到了，主要是说这个光照信息丢掉了嘛。那如果我现在需要这个光照信息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呢，你可以采用这样一个节点，这个节点呢是 isolate 提供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叫做 detail transfer。叫细节的转换。其实呢，我们是将一个图片的光照信息给它转换到另外一个上面，或者说将原图片的信息匹配到目标图片上。那所以说呢，你要知道目标图片其实就是这个，你要匹配到它上面嘛。原图片呢是这个 mask， 那你看选哪个了啊？你是要哪块去匹配？那么第一个呢，你可以采用这样去匹配。你要这样去匹配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，因为你保留的区域是整个的这个瓶子，所以说呢这个 mask 选这个是不合适的。其实我们是想保留中间的那个区域啊，就是字儿的那个区域，所以说这个 mask 应该选这个。有说为什么变得不大呢？其实是因为你这个也同样是 add 模式嘛，所以说呢你这个也是要用去背的这张图啊，所以说这样换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它的一个效果。有人说这不明显啊，这不明显归不明显，你可以多来几次啊，但是呢它的确是将这个信息给它保留下来了。另外呢，既然这儿能用 add， 当然也可以用别的，比方说呢我们可以用 soft light， 叫柔光。柔光可能有一些问题啊，我们看看，柔光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我们画的这个 mask 的区域呢会比较明显，即便你将这个调大，比方我们调成20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解决掉它啊，这个也不行啊，所以说呢这儿我们只能通过 add， 其他模式我没试过啊，就这种方式。那另外的话呢，这个你可以将它调大一点啊，比如我们调成10，这样的话呢它会好一点，可以再大一点啊，比方我们给到20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区域开始出现了啊，可能10还可以，5吧，5的话呢可能还好一点啊，就这个白色区域不是特别明显，但是字呢就变得比较明显了。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法。那这个方法的好处你会发现啊，它会保留这个光照信息，这个瓶子的这种高光。那我们仅仅是对这个进行了还原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呢其实跟你原图上的这个信息应该是一样的啊，我们对比一下啊，大家注意。那如果你觉得它不太明显的话呢，你可以再来一遍或者是怎么着，但是这个感觉应该是可以的，因为它光打过来嘛，它当然会变得浅一点，它并不像这个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方法啊。那么这两种方法呢，你看你喜欢哪个啊？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挺好啊，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这不太合适啊，尤其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你可以通过调这个 sigma 的值，然后去给它改一下，这个也行啊。下面呢我们就来说啊第三种方法。第三种方法呢其实是用 photo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打开 Photoshop。我们新建一个画布啊，它的宽高呢是1280×720，跟我们那个图是一样的。下边我们把两张图片给它弄进来，第一个呢是这张图，第二个是这张图啊，就这样。那你注意啊，我们首先呢把它山格化一下吧，
就是不要让它是智能对象。然后我们先把这儿给去掉，这个去掉很简单，我们选一个污点修复工具，然后我们把它涂一下，啊，它就没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，现在我们要让这两个进行混合啊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注意啊，混合模式这儿是一样的。然后 darken 的是变暗，就是你会发现啊，柔光 soft light 啊，就是其实它是对应的啊，只不过就是那个没有这里边这么全啊。我们给它来一个正片叠底，哦，选错了，是把上面这个选中啊，上面这个图层选中。我们来一个正片叠底啊，不太好看，变暗还行。但是你注意啊，变暗的话呢，它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，这个灰呢依然是有的。你说那我应该怎么去掉呢？这个我们先把它变成正常，你注意啊，这儿我们给它加一蒙版，把这个蒙版整个的给它涂成黑的。注意啊，黑的就是上面这个就全看不着了啊，一定要选中蒙版的部分啊。蒙版嘛，就是我们说的遮罩 mask 嘛啊，然后我们给它填充一下啊，背景填充啊 ，Ctrl 加 Delete。你注意啊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底下的这个，只有这上面白色的区域，就是这个蒙版里边白色区域对应的部分才能显示到这个的上边啊，但是它由于全是灰的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下边去调一下，我们选一下画笔工具，然后不透明度给它减小，减到20、30都行。然后流量呢，这个你自己看吧，流量可以减小啊。注意啊，一定是柔边画笔。然后呢，我们让它稍大一点，就这样，稍大一点啊。完之后，我在这个蒙版上涂啊，涂白的，现在是白色啊，注意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我就将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给它修正了啊。那说我希望这个瓶子也有一部分要显示成原图的这个样子。这个呢，因为你的透明度比较低嘛，你可以大胆一点画，这个没有关系啊。就你画到的部分呢，它会慢慢的和这个原始图像保持一致。尤其是这个地方，可能有人觉得原图可能会更漂亮，那你可以多画画。所以说呢，这是第3种方法。那么到底用哪一种啊？你就看你自己的情况啊。如果你要是喜欢用 CompuI 的这种方式的话呢，也可以；或者你对 Photo 比较熟，那用这个方法也可以。我个人呢会更倾向于使用 Photo， 因为它更灵活一点，我可以随时去调它啊。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大家回头呢可以尝试一下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方法。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